已经去世了的初中同学竟然在10年前就预知了他自己的死亡时间，但他却并没有想办法去规避自己的死亡，而是把求救信息记在一个书本上。今天这期故事的主人公特别怪异。怎么怪异呢？他身边的家人、老师、同学都记得这个人，但是呢，所有人对他的记忆又都在逐渐地变得模糊，就像被橡皮擦慢慢擦掉一样。如果你试着去加强回忆，或者试图去找共同的朋友去讨论它，很奇怪，都会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意外打断，仿佛就像是什么，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干预这件事情一样。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被抹去痕迹的同学。这期故事可比较离奇。2021年，在天涯论坛上，一位网名叫做剑冢苍狼的上海网友发布了一个帖子，并且声称这不是一个故事。这个楼主称自己是上海本地人，家住上海世博会原址附近。而今天我们的主角叫竹内，是楼主的初中同学。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跟日本人好像有点关系。竹内是一位中日混血儿，从小在中国上学读书，到了高中的时候呢，才回去了日本。而那次诡异的消失经历就发生在高2的暑假，因为那年竹内回到中国来探亲，住在上海的姨妈姨父家，就我们知道了，应该是他妈妈嫁给了一个日本人。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竹内就联系了楼主，楼主就带着这个竹内去下馆子。一下午，两个人是有说有笑，相互回忆着对方上初中时的那些个糗事。然而，就在吃完饭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儿。当时两个人经过世博会的旧址，世博园的旧址有一个叫远大馆的地方，门前有一个保安亭，平时呢都有人值守。可恰恰又是那一天，他们经过的时候，保安亭里边没有人。这个时候，竹内突然就停了下来，回过头，露出一脸诡异的笑容，说：“哎，我们进去看看。”楼主还没说话呢，竹内就已经快走进场馆了。这楼主一看，没办法，只能先跟上去。走进场馆之后呢，这里头显得有点单调，每扇门上都贴着封条呢。在这个比较黑暗的环境下，有点像那种被遗弃的那种不怎么干净的房子。幸好这个所谓的这个远大馆呢，并不大。两个人很快就逛完了，随后呢，又选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大的场馆走了进去。哎呦，到处都是那种破旧荒废的建筑，贴着封条纸的门呐，半人多高的杂草，还有生锈的那个什么海宝雕塑。尤其是那海宝雕塑，在这种杂草丛生的环境里显得特别的，怎么讲呢？瘆人。然而，大门上一把挂锁挡住了两个人的去路。楼主正巴不得赶紧回家，就别进去了。这个时候的竹内却捡起一块大石头，不知道为什么要狠狠砸向门上的锁，那个凶狠的那个劲儿，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哐当，挂锁就给他砸开了。这竹内推开门，兴奋地招呼楼主：“进去。”走走走，两个人就这样向着深处走去。一路上遇到什么铁丝网拦路，这竹内就上前几脚猛踹。楼主借着昏暗的微光看着这个竹内，感觉他好像状态不太对。只见竹内脸上的表情又像是兴奋，又像有点暴虐，总之透着诡异吧。两个人穿过铁丝网，走到一处房间的大门。竹内一把撕下这房间门上的封条，接着一脚又踹开大门，就闯了进去。而就在竹内走进房门的那一刻，这楼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就感觉周围所有的一切就像静止了，就连时间都停下来了，有这种感觉。接着脑子就一阵眩晕呢，随即又恢复了正常。这时候只听得远处一声大喊：“什么人？”就一条灯光柱就照过来了。这楼主知道保安追过来了呀，转头顺着来时的路撒腿就跑。而竹内还在房间里呀。更加诡异的是，这来时候的路好像就被打乱了一样。曾经见过的那些个建筑、雕塑都变得离得很远，而这个时候跑过去，经过的建筑又显得很陌生。就这样跑了几分钟，没出事。他跑出来了，跑出了这个场馆。楼主在场馆大门口歇了口气，回头看看保安没有追上来，就在那等这个竹内。然而他在场馆门口等了足足30多分钟，也看不见有任何人从场馆里走出来。这天呢，可就渐渐黑下来了。楼主才没有办法，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回了家，并且给家人陈述了这件事情，坦白说出了这么个事：跟我一起去的竹内，这人就不见了，没出来。家人赶紧给竹内的姨妈姨父打电话。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竹内失踪了？意料之外，电话那头，竹内的姨妈说，竹内很早就已经回家了呀，而且据竹内说，还是跟你们家那个，就是跟楼主一起走回家的呀。他压根就没去什么世博园的场馆。这到底是谁有问题？是竹内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怎么可能呢？难道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幻觉吗？是不可能，绝对不是幻觉。你看我胳膊上还带着逃跑的时候被铁丝划破的伤痕呢。不行，我得给竹内打电话。他就给竹内本人打电话，结果竹内告诉他说，我们俩吃完饭就一起回家了呀。回家之后，我还和姨妈一起看电视，而且他还说出了节目的名字以及内容。之后这个楼主就查了一下那档电视节目，确实就是那个时间播。真是见了鬼了。那个时候，就从我的感觉来讲，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一起在世博园里才对。看到这儿，所有人都疑惑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呀？莫名其妙消失的竹内，为什么又莫名其妙的突然出现？还说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世博园。难道是平行时空，或者说是时空错乱了吗？这个楼主一直没有找到他想要的答案。事情到这儿，诡异的事情才刚刚开始。从现在开始，与竹内的一切事情跟他相关的都开始不正常。首先是楼主的母亲和竹内的姨妈产生了一些房产纠纷，两家闹得不可开交。接着，楼主和竹内的初中班主任忽然也辞职去了外地，而他们的物理老师和数学老师也提前退休。你说这些叫什么事？看似一切都正常，实则不然。他们初中的一些成绩单之类的痕迹，随着老师的离职和退休，彻底消失了。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1年之后，也就是楼主高考完了之后的暑假，竹内在日本生病去世了，年纪轻轻就病逝了。楼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脑袋里边一阵恍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涌上来，让他决定去收集一些2个人初中时期的记忆。因为他们俩初中同学，但接下来的事情，楼主首先去了初中时期和竹内常去的体育馆。当时2个人都爱打球，在体育馆呢，有固定的那个衣物柜，现在那个柜子里边东西都被清理出来了。那么，楼主在失物招领处找到了几件属于竹内的物品，分别是一个糖盒、1瓶护手霜、花露水，
还有一张恐怖小说作家周德东的签名照片。那个签名照片的背后签名，就跟鬼画符似的，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气息。接着，这个楼主就去了那个初中母校，在学校老师办公室的角落里边，楼主找到了竹内当初用过的语文书。虽然这本书已经没有了封皮儿了，上面也没有名字，但是那个字迹一看就是竹内的。楼主随手翻看这本语文书，有几行淡淡的笔记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在《钱之驴》这篇课文的页头上，用铅笔写着这么一句话：如果有人看到这句话，救救我！10年后、20年后、22年后病一灾。什么意思？没头没尾的几句话，引起了楼主强烈的好奇。这个22是指2022年吗？他去的当年可不就是2022年吗？那病一灾又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会生病，还是说有灾祸？难道说指的就是这个竹内病死的这件事吗？结合前面的救救我3个字，楼主越想越觉得毛骨悚然。竹内竟然在初中的时候就预言了自己2022年会病死，这太不可思议了。可也不对，你既然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为什么他还不提前防范规避一下呢？一切与竹内有关的事情都透着一股子邪门。楼主越想越觉得其中一定有什么秘密。于是他决定继续调查与竹内有关的事情。但是接下来各位重点来了，一股无形的力量让楼主的调查难以继续，甚至可以说这股力量似乎在磨灭着、消磨着竹内存在的痕迹。那首先，楼主想到初中的老师，可是打听一番才知道，初中时候他们班的几个老师都已经离开上海了，只有数学老师提前退休，在家带孙子。那么楼主就去准备拜访一下这个数学老师，连续10次拜访，都因为各种意外半途而废，而楼主甚至都没有见到这个数学老师。我们来数一下，第一次是没找对地方，去老师的旧地址，结果人去楼空。第二次打听到老师的现在的住址之后，坐地铁去，地铁中途故障抛锚。第三次已经到了老师家的小区附近，却迷了路，手机也莫名其妙没有电了，只能打道回府。第四次到了老师家了，然而老师临时有事出去了，不在。第5次、第6次，一直到第9次，楼主在老师家小区里被流浪狗咬伤，只能先去医院打针。而最后一次，当楼主给老师打电话再约时间的时候，却被告知这个老师已经离开上海了。哪有这么巧的事？1次2次是巧合，一连9次拜访都因为意外而中断。最后一次，连唯一还在上海的数学老师也离开了，这让楼主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似乎就感觉到了这种莫名的力量在阻止他探寻竹内的往事。而更为可怕的是，被疯狗咬伤那天，楼主差点就丢了性命。要不是紧急关头用手挡住了脖子，那可就不是被咬伤手指那么简单了。楼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如果再调查下去，那股莫名的力量可能就得要他的命。后来，楼主又给老师和几个同学都打了电话，询问竹内的事情。然而奇怪的是，大家都说对于竹内印象不深，有这么个人，但是没什么记忆。不甘心的楼主还想再查查其他的资料，他找到了装有初中时期照片的硬盘，打算查看。然而，诡异的巧合又再一次阻止了他。当时是这样的，
楼主正喝着冰奶茶，正当硬盘数据线插入电脑，还来不及查看的时候，他就突然感觉腹部一阵剧痛，接着一顿的干呕，还呕出了一块黑乎乎的东西。这腹痛不止的楼主赶紧放下手中的奶茶，前往医院。到医院一检查，急性肠胃炎，打了一夜的吊针。第二天一早，楼主回家，他才发现昨天晚上着急，一时着急，把奶茶放在了硬盘上，奶茶杯壁不断凝结出水珠，最后流到了硬盘的接口。硬盘坏了，拿去维修，却被告知数据丢失了。说到这儿，我都忍不住了，这就是不让你接着查呀。楼主呢，也是十分之失落，终于决定彻底放弃算了。竹内逐渐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记忆里，唯独这个楼主还清晰地记得竹内的事情，尤其是世博园那场诡异的经历，还有语文书课本上那莫名其妙的预言。竹内为什么能够预言自己的生死呢？那天在世博馆发生的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呢？冥冥中阻止楼主调查的那个力量来自哪里？这一切都成了解不开的谜团。竹内同学就如同那个消失的潘博文一样，彻底消失在了人的记忆里。有人说，或许是这楼主患上了某种精神疾病吗？这是他幻想出来的故事情节呀。但是与潘博文事件不同的是，在其他人的记忆里边是存在竹内同学的，只不过大家对他都印象不太深。而有的网友则给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这或许是平行时空的错乱引起的吧。尤其是世博园场馆的经历，楼主所看到的很有可能是另一个平行时空的竹内。他暴躁地想要进入场馆的目的，应该是从那里要找到穿越回另一个时空的通道。而语文课本上的预言，也可能是另一个平行时空的竹内留下来的。但这又如何解释冥冥中阻止楼主调查的那股力量呢？还有，既然楼主与平行时空的竹内在世博园探险，那么与这个时空的竹内一起回家的楼主又是谁呢？难道说时空的错乱又让另一个时空的楼主也穿越到了这一方时空当中来吗？关于竹内同学的一切，到目前为止没有结果，或许也将成为永远不能解开的谜。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更多精彩故事，咱们下期再见。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给更多的人。感谢大家的观看。